家好，会长，欢迎来到会长妄言。前面有回答罗塞塔石碑发现、命名和记录的细节内容等问题，而本篇是罗塞塔石碑问答3。废话不说，继续回答。虽然石碑是由法国人发现以及最后解密，但是在1801年拿破仑大军大败英军及英军盟军，这也意味着法国占领埃及的时间结束，统治权的易主掀起了以罗塞塔石碑为代表的瑰宝之争。据说当时的法国科学家希望能够带着这些古物避走亚历山大港，但英方却认为它们属于英国国王乔治3世，甚至连法国自然学家汉密尔顿也致信英国大使表示，如果英方强取豪夺，他们将毁坏这些古物。但这种威胁于事无补。这一年，英法两国签署了亚历山大条约，正式标志着法国在埃及统治权的结束。罗塞塔石碑也作为条约的一部分，准备转移给英国军队。而其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法军想在撤退的时候将石碑藏在船上偷渡回去，但却在半途被英军截获。事后双方协议，法方可以保留之前研究成果和石碑的拓片，但英方则获得了石碑的实际所有权。1802年2月，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存放在英国文物协会。同年12月移交至大英博物馆埃及厅。根据博物馆的记录，罗塞塔石碑是参观次数最多的单个物品。简单的图像是博物馆几十年来最畅销的明信片，也是大英博物馆展出文物中实至名归的镇馆之宝。其实自1802年6月以来，石碑七夫一直都在大英博物馆进行展出。最初的位置是一栋17世纪的豪宅，但是罗塞塔石碑和其他文物很快被证明对于房屋的结构而言太重了，并被转移至现在的南肯西顿。而且最初展出的时候没有进行保护性覆盖物，游客是可以直接触摸石碑的。自2004年以来，保存完好的石材一直在埃及雕刻画廊中心的一个特殊建在的箱子中展出。罗塞塔石碑的复制品现在在大英博物馆的国王图书馆可以找到，没有箱子，可以自由接触，就像19世纪最初游客所愿一样。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期，伦敦发生了猛烈的轰炸，罗塞塔石碑被转移到地下15米的芒特普邮件中心的邮件铁路。很多地方的文献记录说是地铁站，实际上这个铁路是邮局为了保障分拣时效性专门修建的内部管网。1911年制定了修建计划，中间因为一战和其他原因，直到1927年第一次运行时用于圣诞节的包裹邮寄。1928年2月进行了信件投递，运营76年，直到2003年关闭。想一想，早在1个世纪之前，就因道路交通拥挤有如此角色，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修了这么多高架还这么堵。而除了这次战争原因石碑离开过大英博物馆之外，离开大英博物馆唯一只有一次，也是为了纪念商伯良发表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希尔先生的信150周年。1972年，石碑被运送到法国卢浮宫展览1个月。英国人在获得石碑之后，在石碑的两侧分别印下了1801年英国军队在埃及的战利品和国王乔治3世捐赠。上条有说到石碑的归属权是根据亚历山大条约进行要求，但实际上法国人发现的石碑怎么可能拱手让人？在偷渡失败之后，如何将石碑转移到英国人手上的确切方式尚不清楚，现在的说法也各有不同。当时是在武力控制之下从法国梅卢将军故居中带走，之后是通过法国的护卫舰在1802年2月运输到普斯茅斯，之后展示给国王乔治3世。而这块揭开埃及学的标志性石碑，在现今的埃及学学者和政府官员多次向大英博物馆进行索取，可想而知，英国会归还吗？欢迎评论讨论。本期罗塞塔石碑问答暂且到此。想知道罗塞塔石碑试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与汉语的关系，
可查看罗塞塔石碑问答4。喜欢会长内容的朋友，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和转发。